浮游炮这么强，为啥后来就没人用了？在很多高达系列作品中，浮游炮系武器都是作为剧集中后期出现的少数 ACE 才能使用的专属武器，水魔除外啊。他们拥有着极强的机动性与不俗的杀伤力，基本上一般的杂兵遇到这个东西都是初见杀。而当浮游炮出现在敌方 BOSS 机上时，更是能对我方主角造成极大的作战压力。当然了，有时我方 BOSS 用上浮游炮以后，敌人也基本上没得玩了。像 SEED 和00后期，基本上强大一点的主角机都会配备浮游炮或类浮游炮武器，实现快速清兵线的效果。可是，在 UC 宇宙中，为什么战争持续了几十年后，战场上却鲜有浮游炮武器的出现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咱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浮游炮是啥。在 UC 宇宙中，有一种人类被称之为 New Type， 也就是新人类，他们有着非常强的脑波以及空间感知能力，而这两个特性的结合，就使得新人类可以把自己感知到的空间方位以脑波的形式发放出来。这时呢，只要有一个机器能够读懂他们的脑波，就可以获得攻击目标的具体方位，从而进行有效的远距离伏击。这个读取脑波的系统，正是我们常提到的赛可缪系统。之所以在信号干扰严重的 UC 宇宙中，赛可缪系统能够将指令传达给距离较远的浮游炮，是因为它的信息传递媒介正是米氏粒子本身，也就是米氏粒子通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浮游炮小型化的研究也非常顺利。同时呢，将精神感应装置放置于浮游炮中之后，再在机体上集成大量精神感应系统，来实现人脑对浮游炮与机体的并行操控的，就是精神感应框架了。以上就是浮游炮大体的技术原理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系列武器根本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驾驶员。浮游炮贵是贵，咬着牙呢也能造出来一些，可是新人类全宇宙就那么几个，大多数还让林有德给拐走了。想要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这一武器，只能想办法量产驾驶员。于是新人类的下位替代强化人这种生化武器插件也就自然而然的孕育而生了。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浮游炮的使用原理以及驾驶员的要求都有一定初步的认识了吧？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它的弊端。首先是战争武器的发展往往是攻防两侧同步进行的。浮游炮在刚被开发出来时，由于那会儿近距离侦测手段不完善，导致体积较小的浮游炮无法被侦测到。拉拉开着艾尔美斯号初登场时，画风是这样的，伴随着一阵诡异的歌声，联邦舰艇莫名其妙的就炸了，船上的士兵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船是为啥炸的，场面一度极其灵异。可随着 UC 宇宙中中短距离探测系统的不断完善，浮游炮就算完成了小型化，也很容易被侦测到。同时，联邦驾驶员也分发了对浮游炮映测方法，即快速用头部机炮进行360度扫射，达到摧毁周围浮游炮的目的。而部分操作精湛的驾驶员还可以通过骗锁、快速接近等手段，迅速甩掉浮游炮，直捣黄龙。在桔刚小队对战叉 DD 的作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此时的浮游炮在真正有经验的驾驶员面前，已经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了。反而是叉 DD 这边如果没有艾利场护身，可能真的就要被队长突刺成功了。这里也暴露了使用浮游炮的另一个弊端，那就是当驾驶员集中精神操控浮游炮时，本体的防备就会相对薄弱，只有极少数的驾驶员能够做到浮游炮与本体的兼顾战斗。这也是为啥在 UC0093 到0096期间，精神感应框架会如此受到重视的原因了。因为想让一般驾驶员同时进行推杆操作和脑控，那实在是太难了。全部脑控化就是当时研究人员给出的答案。不过总的来说，在0096时代，浮游炮就已经开始显现出疲态了。到了 UC100年左右，由于艾利场和反光束涂层技术的不断发展，浮游炮的输出经常连防都破不了了，更别提有效杀伤了。此时的军方更愿意将开发资金投向高能武器的发展，达到一炮贯穿立场与涂层的效果。至此，浮游炮基本上是丧失了一切其作为武器的优势了，它的后裔也只剩下浮游飞弹这一支了。然而浮游飞弹说白了，也就是一种高制导的一次性武器罢了，与浮游炮开发的初衷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了。从攻防角度介绍完浮游炮的衰落以后，我们还要讲讲驾驶员以及政治层面上的。首先，驾驶员必须是新人类这一点，对于武器生产来说就已经是要了亲命了。只要武器无法量产化，就意味着研发他们难以回报整个战局。这时有人说了，那就开发给那几个新人类用不好吗？再说了，不是还有强化人的吗？新人类这边，由于他们拥有着超强的同类感知能力，到了战场上往往就成了新人类之间的相互吸引，自相残杀。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还没怎么清兵线呢，就奔着对方的 ACE 去了。这一点是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导致高成本研发出来的兵器使用效率只有 50% 都不到，因为不是在跟对面缠斗，就是被对面给击坠了。就算幸存下来，往往也是
时武器消耗差不多了，实在是得不偿失。至于强化人量产，这东西本来就是反人道的，没法拿到太阳底下说的事儿，研究很难进行下去不说，强化人还一个比一个不稳定，仅存的硕果还容易被对面经验老道的新人类直接点爆，再加上浮游炮武器本身也逐渐被时代所抛弃，因此也就没有研究下去的必要了。其次，新人类这个名词毕竟是吉翁那边提出来的，本意是给宇宙居民一个奋起反抗的口号，因此就算阿姆罗这样的新人类在战场上为联邦立下了赫赫战功，联邦也是不太敢重用他们，尤其是当阿姆罗驾驶的牛高达引发阿克西斯奇迹以后，新人类的神迹更是容易在宗教层面上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影响。UC 宇宙的新人类政治话题其实特别有意思，有机会我可以给大家单开一期讲。总之阿克西斯奇迹以后，不但新人类的待遇每况愈下，与其相关的技术更是会受到各种限制。最典型的就是精神感应框架，这个东西虽然能让驾驶员更自如地驾驶 MS， 但终归还是只服务于新人类和强化人这一小部分人的，生产成本高，不易量产不说，同期也在蓬勃发展的生物电脑更是直接终结了精神感应框架的存在。生物电脑的前身就是生物传感器，就是 Z 高达上面搭载那个。生物电脑的优势就是采用了仿生神经回路，使 AI 与人类机师的脑电波配合更加融洽，同时一般的驾驶员也能享受生物电脑的辅助，使其不再是一部分机师的特供品，满足了战争批量生产的需求。再看看精神感应框架， UC 宇宙的研究者到最后甚至都没搞明白它究竟为啥会发光，更别提研究奇迹是如何而来的了，这就更加凸显了该技术的不可控因素。因此精神感应框架在柯西与佩涅罗佩这两台机体上用尽自己最后的光和热之后，就逐渐被生物电脑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以上就是 UC 宇宙关于新人类、强化人、浮游炮、精神感应框架这一系列人与物的衰落史了。由于篇幅有限，并没有展得太开，也欢迎弹幕和评论区大神进行细节补充。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勇士、自由、剑脉那种两头都有刀刃的武器有什么用？俗话说武器越怪死得越快。这种武器呢，既不能增加正面攻击的范围，似乎呢又容易误伤自己。那它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在之前那期视频问这个的小伙伴，你可算是问着了，因为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疑问，所以稍微研究过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收集到的资料。其实呢，这种中间一个杆杆，两边都是刀的武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有出现。最有名的呢，当属星球大战。但众所周知星球大战的武器部分大多数都参考了日式风格，因此这玩意儿说到底还是日本的文化输出，而中国呢就很少有这种武器的记载了。比较有名的可能也就是鲁智深和沙和尚在影视剧中常配套的月牙铲了。这东西据说呢本来就是个铲子，是和尚们干农活用的。在战乱年代，寺庙为了自保，就在铲子另一头安装了月牙刀刃，这就是月牙铲的由来了。但这玩意儿说到底还是农具，正规军队是没人会用这玩意儿的。如果说中国这边用于实战的双头武器，可以参考电影《师傅》里边出现的乾坤日月刀，主打的就是一个攻守兼备，出其不意。大家想想对于大多数武器来说，挥舞出去以后，想要进行第二次攻击，就要先调整武器的姿态，而双头刀呢则不同。从这段星球大战光剑表演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双头刀无论是纵斩还是撩刀，都很容易打出二段攻击的效果。总体看下来攻击频率要比单刀高出不少，尤其是当武器抡起来使用以后，攻击频率更是像棍法一样接连不断。其实这玩意儿呢，放在人类身上还真是不太容易打出效果。一个是两头都是武器，很容易伤到自己；一个是冷兵器互殴，这种攻击频率虽然高，但上面的小刀呢伤害却是有限的，可能实际效果还真未必有棍子好使。可是如果机器人使用光束武器来实现的话，那就大有不同了。第一，机器可以通过 AI 计算武器的攻击半径，大大减少了伤害到自己的概率。第二，光束武器这玩意儿不是靠力量来打输出的，只要你光束触碰到了敌人身上，那么就会给敌方造成相当大的伤害。这时呢，高攻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咱们这里看几个例子首先是勇士打贝亚兰，这里我们看到勇士的起手是标准的打了一个回旋斩，只不过呢，毕竟勇士的空中机动不太行，第一刀刀头部分没有砍中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旋转身体让刀尾攻击，就很容易因机体旋转一周而失衡了。因此呢，只能选择把刀抽回来，保持身体平衡的同时，用刀尾继续攻击。只不过这个间隙就足以让空中机动性更好的拜亚兰进行反击了。所以说空中性能不好的机子，千万不要随便找人家空中机动性强的机子玩近战。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吉拉打克队，还是标准的回旋斩起手。大家仔细看刀头部分斩了克队的手臂以后，克队做了一个后仰的动作，才躲开了刀尾部分的攻击。
不然的话啊，这一刀下来，连手带头，甚至龟壳啊都得被削下来。接下来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爆炸还是什么的，反正吉拉在那愣了一下，才打出回刀斩。这时呢，科队已经向后移动离开了。如果吉拉没愣这一下啊，而是立刻往回斩，估计这会儿科队啊已经被劈成两半了。光束武器高频率的攻击啊，就是这么恐怖。最后呢，再来看看小鸟的，它和前面两个不同，起手就是直接纵斩，这也与武器种类的区别有关。毕竟前面二者啊都是光束刃，而剑脉呢是实体加光束刃。纵斩起手可以更大限度的发挥势能优势，攻击呢也是从刀尾开始。盖亚侧身躲过刀尾后，还要仰身躲过刀头的攻击，这么大幅度的躲避，要先恢复正常体态才能还击，时间本来就很紧张了。而飞鸟呢更是没等对方站稳，直接打出回刀斩，把盖亚都抡飞了。其实这个攻击频率啊就对味了，第一季吉拉缺的就是这个反应速度。当然了，也有可能是飞鸟有针对性的练过，吉拉毕竟是远程为主，半路出家当人棍王的嘛。而且不得不说啊，飞鸟第二次攻击时，直接把原本的双头刀拆成了双刀使用，打了对面一个出其不意，甚至还把对剑刀当投掷武器用了。可见他对脉冲的机体熟练度啊，在刚登场时呢就已经相当高了。而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啊，还都是比较拟人的攻击方式。其实高达作为一种机甲，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可以让关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无限制的转动。就比如勇士在游戏中表现出的转刀，不但可以超高频率的打出行云流水般的攻势，甚至呢还可以在一些情况下以极高的转速充当盾牌来使用。这就是人类无论如何也很难做到的了。顺带一提啊，你看总帅的沙扎比没了双头刀，还想保持攻击频率，是不是就只能在那瞎鸡巴砍了？所以说啊，双头刀这种武器，虽然以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确实并不是那么实用，但是放到科幻机甲作品中啊，却又意外的符合人类对该武器的期待，并不是单纯的好看而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浮游炮这种在战场上能够嘎嘎乱杀的武器，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在上期视频中，很多小伙伴学会了高达的驾驶方式是有着些许的差异的。UC 里是基于 SEC-MIL 系统研发出来的浮游炮 ，SED 则是基于分离式统合控制高速机动兵器网络系统而研发出来的龙骑兵。00则是基于以 VIDA 为代表的量子计算机辅助而研发出的。咱们啊，就先来看看最传统的浮游炮。在 UC 宇宙中，无限式浮游炮只有 New Type 和强化人是可以使用的，因此算得上是精英中的精英武器了。如果你不是 New Type 却被选中当强化人，尽管啊会有一些不那么人道的体验，但机会确实难得，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当然了，有限式浮游炮普通人也是可以使用的，不过那个虽然威力大，不用考虑续航，但终究啊是连着一根线，跟带着一只小狗一起战斗没啥区别，战术灵活度呢也差了很多。我们啊就不深入讨论这个了。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浮游炮的运作原理。作为一个成熟的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是可以有目的性的使用感应波的，而感应波呢其实就是脑波的一种。同时感应波是可以利用米氏粒子通信来进行通信的。是的，又是万能的米氏粒子哈。我们看到剧中 New Type 的各种来电或者是 New Type 聊天室，就是他们通过米氏粒子通信来进行的感应波互动。甚至啊有些非常强大的 New Type 还可以给对面下个蛊什么的，简直是恐怖如斯啊。可问题是，人类可以通过感应波来互相理解沟通，但机器却不可以。毕竟人类的感应波它用的也不是机器的语言，于是能够把感应波翻译成电信号的系统SEC-MIL系统就诞生了。它可以将感应波中有用的数据，如方位、坐标、开火时机、运动方向等等，翻译成机器能够听懂的指令，从而达到高效的人机交流。在这个基础上，浮游炮的使用方法就很清晰了。首先呢，作为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的你们，散发出带有明确指令的感应波，在被SEC-MIL系统接收以后，由系统将这些信息以任务的形式发布给浮游炮们。如此一来呢，就可以实现浮游炮的有效控制了。不过在操作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啊 UC 后期的浮游炮体积一般不会很大，因此呢储备的能源也不够多，你需要提前计算返航所需要的能源，否则这个高研发成本的东西来不来被你弄丢几个，恐怕高层啊就不会给你好脸看了。毕竟并不是人人都有阿姆罗那样的待遇，是不是？其次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强大的 New Type 或者一些带有变态般的精神感应系统，会对你的感应波做出反应，
有针对性的剥夺你对浮游炮的控制权，甚至呢还会追杀你。如果还想活命啊，或者是不想体验被 NTR 的感觉，那就赶紧跑吧，小命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呢，在 UC 纪元，你是 New Type 也好，强化人也罢，最好啊别在联邦这边，他们不但处处提防着你，还会拿你做各种实验。相对来说啊，吉姆那边待遇会好很多，你懂我在说什么吧？接下来啊，再来看看 SID 系的龙骑兵。严格意义上的龙骑兵是不包括零式战机的那种有线筒子炮的，这一点啊，希望各位驾驶员注意，别被人忽悠了。而 C 的宇宙中的龙骑兵运作原理与 UC 是相似的，只不过 C 的龙骑兵是使用幻象粒子进行通信媒介的，而且呢是有量子计算机辅助，因此并不需要驾驶员发送感应波啥的，而是由头盔上的脑波感应器与驾驶员的神经直连。因此在 C 的后期有了超级龙骑兵系统以后，即使你没有高级空间认知能力，也能够使用龙骑兵了。只不过基本的空间认知能力啊还是要有的，不然你思维跟不上。那么 C 的宇宙的龙骑兵系统使用步骤啊就很简单明了了，拢共分3步。第一步把指令传出去，第二步派龙骑兵出去，第3步让他攻击或者回来。同时呢，至少在 CE 71年和73年打的最热闹那几年是没有什么脑波攻击的，因此啊也不用害怕自己会被 NTR， 所以相对来说在 C 的体验龙骑兵还是要比 UC 好多了。最后再来看看00啊，恭喜你，如果你来到00世界，那么你的体验将会非常的舒爽。首先，由于这根粒子拥有改变物体质量的能力，因此啊，00宇宙的是可以在大气圈内使用的，就光这一点啊，就比 UC 和 C 的要爽太多了。其次，是可以通过 AI 系统自行运行的，这一点呢与 C 的后期的超级龙骑兵类似，再加上在编的机体，还有 V 的这个超级量子计算机辅助，基本上你上战场之前给 V 的点根烟，孝敬他老人家一下，就能在战场上大杀四方了。而如果你恰好是变革者、准变革者或者是强化人，那么也可以自己通过脑量子波来控制。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操作起来更能如你愿。缺点呢，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你的想法还不如人家 V 的规划的呢。所以建议啊，还是直接托管，专心本体的操作吧。好了，以上就是高达宇宙中比较常见的浮游炮操控方式了。希望通过这些简短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对浮游炮的使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具体的操作还是要多学多练。祝各位能够在战场上再见奇功。OK， 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高达世界光束武器都这么强了，为啥还要玩近战？俗话说3步之外枪最快，3步之内枪又准又快，更别提高达这种来不来隔着成百上千米对射的情况了。那为啥动画中绝大多数机体还要配备近战武器，而且呢近战场面又这么多呢？其实原因除了大家都会想到的动画表现力，也确实啊有一些实战需求。咱们可以对照一下现代战争中为啥士兵还要带匕首这个问题。首先，匕首可以用于投袭，做到杀敌无声，这一点在雷达失效的高达宇宙中也是同样适用。尤其在 UC 宇宙这种信号干扰极其严重的背景下， MS 作战方式啊那真是相当返璞归真的。由于雷达失效，因此在米氏粒子浓度较高的战区附近需要人眼来进行看守。为了保证观测不存在盲点，以及能够对来犯的敌人迅速做出反击，还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巡逻用 MS 充当哨兵。而在这一前提下，能够悄无声息地摸到哨兵身边并进行暗杀的需求也就有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开枪的话，很容易因弹道或者是穿过敌机后打到别的东西而暴露，所以调整为低出力的近战武器就有了用武之地。你们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其次，现代军人配备匕首可以满足野外生存的需要，比如切野味啊、搭帐篷啊，这些肯定是与高达无关的。但是用匕首披荆斩棘开路，这个高达啊还真用得到。虽然针对这一场景的描写不多，但其实在未来的宇宙战中，如果遇到穿过殖民卫星废墟这类的情况，发生缠绕的可能性啊还真不少。这时呢就需要近战武器来进行切割作业了。最后就是大家最常见的战场上的肉搏了，主要有2种情景，一个是在面对驾驶技术较强的敌人时，一旦对面搞个蛇形走位啥的，想用远程武器就干掉对面，那确实有点难度。这一点呢，我们在之前讨论如何躲避光束步枪的视频中说过，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看一下。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驾驶员一边保持射击干扰，一边接近对方，之后呢使用攻击范围以及频率相对更高的近战武器来进行有效的攻击了。有人可能说了，说好的3步以内又快又准呢？但事实是啊，如果用实弹武器，就算近距离也很难将对方一击毙命。而在 MS 战中，
身体受伤其实是不影响到敌方做动作的。你是给人家打伤了，人家回手用近战武器把你给砍了，那岂不是更完蛋？而如果你用光束枪，那就是赌你这一枪能不能命中要害了。毕竟大多数光束枪发射周期都不短，近距离内如果一枪没打中，那就基本没有开第二枪的机会了。另一个情景就是为了节约弹药，或者是弹药耗尽以后需要近战武器来扩大战果了。高达宇宙中，由于机体还是要考虑负重的问题，因此呢，大多数高达的主武器其实都是10来发到20来发左右的弹药量，实弹一般也是照着机坠10架左右来配备的，有些表现力夸张的机体除外啊。而杂兵又往往不太会操控机体进行躲避，射击也是直来直往，全靠火控。对于 S 来说那是相当好接近的。此时近战武器自然是刷机坠数的不二选择了。而在面对火力没有那么强的战舰时，近战武器也是可以直接攻击要害部位，达到使其瘫痪的目的。那么在这些前提下，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在战场上熟练使用近战武器的，肯定是驾驶技术很强的人。其中的一些幸运儿，恰好就是我们看剧的主角儿。那我们会经常看到近战画面，也就不奇怪了。其实抛开他们不谈，高达宇宙主战场上确实都是以远程射击为主的，这一点与咱们的直觉并不冲突。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